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0季第3集。带小新外出购物就是辛巴的噩梦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秒他会出现在超市哪个角落。看儿子在货架上大显身手，辛巴威胁要把他拖到监控死角胖揍一顿。就在这时，阿普叫住了辛巴，他手里拿着最后一张彩票，想忽悠辛巴买下，并没有多费口舌，辛巴就同意了。但是他还没有把钱递给阿普，小新又开始作妖了，他正从货架上往下跳，然而原本的缓冲物被推走了，眼看着他就要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，辛巴慌忙冲过去，用身体接住了他。不过这也让他与5万奖金失之交臂，因为莱尼先一步买下了彩票，表示没有小新，这钱就是辛巴的了。愤怒异常，辛巴直接把企图爬货架小新拽了下来。回到家中之后，辛巴马上向老婆控诉儿子的罪状。原本看到那些被揉成团的食物，辛妈还觉得辛巴有些小题大做。得知事情原委之后，辛妈直接将一整只鸡都揉成了球。心情郁闷，辛巴来到老模子酒吧，谁知道这里正在庆祝莱尼中奖，搞得辛巴更难受了。他不喝莱尼请的啤酒，非要自己掏钱。不过这倒是便宜了老谋子。莱尼告诉在场小伙伴，即使在没中奖之前，他也是最幸运的人，因为拥有这么一大群的好朋友，所以他决定用剩下的钱给他们办一个派对。全家人正打算出门参加莱尼的派对，突然发现小新不见了，原来他又准备恶作剧，不过这次很显然整错了对象，猫尿喷的辛妈满背都是。无可奈何之下，辛妈只得换上了备用礼服。他不理解自己的儿子怎么这么坏。辛爸告诉他，怀孕的时候他曾喝进了1滴酒。辛妈低下头，好吧，他有责任，但是一定不只是这个原因。就在2个大人在前排讨论之时，后面的孩子们又出幺蛾子了。辛爸也不好好教育，直接就威胁他们，再闹他就开车撞树。还是辛妈发话才保住了一家人的平安。餐厅布置相当大气上档次，而且还投影了一段关于莱尼的动画，主要内容就是朋友对他的可贵，感谢每一个愿意当他朋友的人。这样的举动就连辛爸都被深深折服了，他觉得莱尼简直太够义气了。莱尼表示只要大家能够享受这个夜晚就好了。当然他还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这可让小新来了兴趣，随意掏出一个袋子里的东西，机器人吸尘器。看着他在自己的脚边转悠，小新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莱尼的聚会也接近了尾声，他让所有的朋友都拿礼物再回家，谁知道开门一看，成群结队吸尘器倾巢而出，直接引起了整个会场骚乱，没有人能够幸免。经过警方紧急处理，总算是稳定了会场秩序。机器人显然不可能自己作妖，一定是有人打开他们的开关。就在警方以为罪魁祸首已经跑了的时候，却看见小新在礼物间不停地打开剩下吸尘器开关。都这样明显事实摆在眼前，警官还问这是谁干的？机器人都看不惯这猪脑子了，直接说是小新让他们使坏。被辛妈惩罚之后的小新一气之下跑到了洗手间，就在他对着镜子说真想投胎到别家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接话了，表示自己也想。要不是这个男孩和小新打扮不一样，都像是从镜子里爬出来的了。正当他们对彼此如此相似而惊叹时，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而进，这简直就是成年版的小新，看起来彬彬有礼，温文尔雅，还给2个小男孩展示了他和妻子的合照。这不就是女版的眼镜仔吗？小新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这个与小新长相相似的男孩子主动介绍自己，他名叫西门·伍斯特菲尔德。这名字对小新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有家剧院就是以此命名。西门的家里一定很有钱吧？他承认了这个事实。但是当一个有钱人，还没等西门说完，小新又2眼冒金光，看他这么感兴趣，西门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，要不他们交换身份吧？小新还有些犹豫，但是外面辛巴的威胁打断他的思考，马上就同意了西门的提议。换完衣服之后，小新就是西门少爷了，而西门正被辛巴掐着脖子。有钱人家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么豪。经过了无数的豪华别墅之后，终于来到了西门的家。很明显，管家双眼已经看透了一切，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拆穿。瞧瞧这豪华的建筑，这成群结队的仆人，这完美的海盗船，还有全程高科技的卧室，竟然还有真人扮演的贴墙海报。眼见这叹为观止的一切，当然是第一时间分享给自己的好基友。眼镜仔一下子就猜到他是和那个阔少互换身份了。小新没有反驳，就说派辆车去接他。西门在小新家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，眼前食物他根本难以下咽，于是这自然就被辛巴代劳了。更让西门难以忍受的是，辛巴边吃东西边说话，食物残渣和唾沫齐飞，喷了西门一脸。他再也不能忍受了，直接就开怼。辛巴自然是十分生气，直接罚掉他的晚餐。虽然父母没有发现儿子的异常，但是辛小妹已经觉得此事不简单。小新从来就不是那样能说会道的人，真正的小新正跟眼镜仔共进晚餐。就在这时，西门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来到了这里，就像往常一样，哥哥烧热汤匙塞进了西门的嘴里。之所以这样，就是因为他害他们无法继承全部遗产。对于这场豪门恩怨，眼镜仔倒是没有兴趣。他向小新表示自己看上他的新姐姐了，看来这小
子注定是跟小新的姊妹过不去了。西门看着窗外辛巴的智障举动，觉得整个人生都灰暗了。委屈之下，西门拨通了小新的电话，告诉他自己没吃晚饭就被赶上了床。小新倒是觉得这很正常，问西门他的哥哥姐姐是怎么回事。西门也是一副平常的语气，因为他爸为了跟他妈好，抛弃了他们的妈妈。这样无聊剧情，小新不感兴趣，直接让西门好好享受生活，就挂断了电话。就在西门万分郁闷之时，新妈端来了一块披萨，希望他能够喜欢，而且还帮他盖上了被子，拍松枕头，撒点肉桂，驱赶妖魔。临走时还温柔地说：“甜心，晚安。”难得的真情让西门突然觉得，也许他能够习惯这里。看似美好的生活，实则处处是陷阱。小新正享受着派对的活跃气氛，突然哥哥姐姐又找到了他，说要带他去看看家族族灵。毫无防备之下，小新就被关在里面。还好路过秃头听到他的求救声，才让秘书把他放了出来。对于把秃头扑倒在地，小新觉得很抱歉，秃头却毕恭毕敬，表示他根本不必如此，顺便还赶走了秘书。秃头告诉小新，他曾经也是有钱人家的幺子。小新有些难以置信，直到看到那张照片，那的确是一个庞大的家族。可惜的是，照片上那些孩子除了秃头，其余的人都已经死了。秃头还相继向小新介绍他们的死法，小新惊呆了，这就意味着秃头继承了所有的遗产。秃头承认了这个事实，还给小新提了个醒，越是身边的人越要留个心眼，因为一不小心他们就会对他下手。沉船或者滑雪事故迟早得遇上。小新瞬间有一种自己被坑了的感觉。秃头建议他们再去跷跷板上接着聊，可惜体重决定了这个游戏不适合他俩。小新直接抛弃了秃头走了。老辛普森又开始在沙发上碎碎念了。和往常不同的是，这次小新真的在认真的听。新小妹无法忍受这个人的怪异举动了，直接揪住他的脖领子质问：“真真小新去哪儿了？”虽然西门还想再狡辩一下，但是很快他就结结实实的挨了新小妹的一巴掌。他告诉西门，如果是真的小新，将会把他从窗外扔出去。西门很诧异：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新小妹悠闲抄起了手，真相大白了是吗？小新此时正在迅速打包，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不过这也没能躲过命中该有的劫难。西门的哥哥姐姐前来邀请他来一场滑雪之旅，有了秃头对他警告，小新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这是来要他的命啊！西门在新小妹的逼迫下，向家里人坦白了事情的真相，并告诉他们小新正在去奥斯本的路上，而自己的那些哥哥姐姐正准备在那儿杀了他，还等什么？出发吧！此时的小新被西门姐姐强行从老手滑雪道中推了下去。不过很明显，姐姐没有打算和哥哥平分财产，因为她的手里正拿着秃头曾说过的死亡土豆。全家人正坐在索道上搜寻小新的身影，很快新小妹就发现了他。辛巴二话不说就从椅子上跳了下去，直接滚成了雪球，然后把小新也裹了进来。好歹全程有惊无险，父子俩成功的活了下来。辛巴很同情西门，将要回到那个冰冷的家。西门微笑的表示他会活下来的。紧接着他又上了他的专属汽车，那上面管家已经准备好他最爱的圣诞和刨冰。对于此情此景，辛巴只想表示带我走吧，别的不重要，主要是想体验一下被家人谋杀。不过经历了一切的小新就没有这么疯狂了，他很想念他的妈妈和妹妹。睡觉的时候，辛巴像往常一样帮他掖好被子，逗他开心，再轻轻的关掉灯和门。对此，小新只想说，这才叫过日子嘛，谁不想一夜暴富，资产过亿，体验一把奢侈的生活？本集中，小新就帮普通人好好的享受了一把。不过这一切可能并不像外面所想象那般美好，在金灿灿的建筑之下，包裹的是暗流涌动的危机，这不禁让人犹豫，就连小孩子尚且不能幸免于难，那些似乎拥有着世间万物的有钱人，真的如同外界想象中的过得那般美好吗？所以有得必有失，那些嚷嚷着要与富人交换人生的人，可能并不会知道自身所拥有的，也许正是别人梦寐以求的。在现实社会中，永远不乏这样头脑发热的人，比如辛巴，就算是以生命为代价，他也希望能够挤进富人的世界。再说，主动提出交换人生的西门，他确实得到在以前从未想过的温情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他终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生活，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改变，实际上却各自拥有了一段珍贵的人生体悟。其实这便已经足够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做好自己就能够拥有最棒的人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